猪身上有6个部位，其实暗藏健康危机。医生警告千万别吃，也许你天天都在吃其中的某一样而不自知。其中排第一的那个更被称为比砒霜还毒，早已被禁止上市流通，但偏偏可能每天出现在你的饭桌上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有点好奇又后背发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晓这份黑名单，看看你是不是也中招了。首先要声明的是，猪肉本身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，适量吃瘦肉对身体并无坏处。猪肉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，是传统饮食中重要的营养来源。然而，饮食讲究适当取舍猪身上的某些部位，因为生理功能或卫生因素，往往潜藏比普通瘦肉更多的毒素和健康隐患。古人云病从口入，说的正是吃东西要当心。我们的祖辈其实早有察觉，清朝《隋西居饮食谱》中就记录，猪之脏腑，平人不必食之，不但肠胃垢秽可憎，而肺多涎沫，心有实血，治尽匪易，烹煮亦难。意思是正常人其实没必要吃猪的内脏，因为猪肚肠满是污秽，难以清洗，猪肺充满粘液，猪心还有淤血，很难处理干净，烹调也不容易做好。放在现代科学看也是有道理的。猪的内脏器官大多是垃圾处理厂，充当代谢废物、过滤毒素的角色，我们却还把它们当美食下肚，想想都后怕。话不多说，赶紧来看看这份黑名单的榜单吧。我们将从第6名开始，一路讲到第1名。请注意，排名越靠前，危害可能越大，而第1名往往隐藏得最深，却最危险。也许你平时吃猪肉时，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排在第6位的是猪大肠，也就是俗称的肥肠。很多人对它又爱又恨，爱的人觉得红烧肥肠、爆炒肥肠又香又下饭，那股特殊的口感让人直流口水。不爱的人一想到它原本的功能就恶心退避三舍。先别管口感如何，我们从健康角度来看看猪大肠的问题。猪大肠是消化道的末端，本质上就是猪的排泄管道，专门用来输送食物残渣和粪便。你没有听错，猪大肠内壁原本沾满了粪便和细菌，可以说肮脏至极。即便经过反复冲洗、汆烫和烹煮，有经验的厨师也不敢拍胸脯保证能把它100%洗干净。大肠的皱壁中很容易藏污纳垢，一旦清洗不当，其中残留的大肠杆菌、寄生虫卵等就可能进入人体，引发严重的肠胃感染。现实生活中，因为食用没处理干净的猪大肠而食物中毒、拉肚子的案例并不少见。除了卫生隐患，猪大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。你也许以为肥猪肉才油腻，但其实每100克猪大肠中就含有约 18.7 克脂肪，脂肪比例一点不亚于五花肉这样的肥肉。难怪有人戏称炒肥肠时锅里能炼出一层油。这么高的脂肪含量，摄入过多会给身体带来沉重负担。脂肪和热量过剩容易导致肥胖、血脂升高，长期吃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更何况，为了掩盖猪大肠的腥臭味，烹调时往往放大量辣椒、香料爆炒，或搭配重咸重油的酱汁，这些调味本身就不利健康。如此一来，一盘美味肥肠下肚，等于吃进去一堆油和盐，短期内可能就让你的三酸甘油酯和血压一起飙升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偶尔解馋吃一次，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？的确，偶尔为之，彻底煮熟的肥肠对健康的影响是可控的。但是在场的各位，有多少是真正只吃1-2块就停嘴的呢？很多人一碰上这道菜就食指大动，大快朵颐，停不下来。当美味让你失去节制，潜在风险就悄悄埋下。尤其是老年人、本身三高或胃肠功能不好的人，更应该对肥肠敬而远之。要知道，猪大肠除了脂肪，营养价值并不突出，蛋白质含量远低于瘦肉。换句话说，它带给你的健康益处少之又少，隐患却一堆。所以为了口腹之欲去挑战身体极限，实在不值得。肠道是垃圾管，垃圾管里的东西还能有多干净呢？对于猪大肠这道美食，各位真的要三思而后食了。接下来要说的第5个危险部位是猪腰子，也就是猪的肾脏。中国民间一直有吃啥补啥的说法，不少人认为男人吃猪腰可以壮腰补肾，提升肾功能。
市面上一些炖汤、烧烤摊经常推出烤腰子、腰花汤这类所谓补肾美食。然而，这种以形补形的观念其实没有科学根据，反而可能因此忽视了猪腰自身的健康风险。让我们想一想猪肾的生理功能。肾脏是动物体内的过滤器和排毒站，负责过滤血液中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，产生尿液并排出体外。同时，肾上还连着肾上腺，分泌各种激素，这意味着猪腰子本身可能富集了猪体内的代谢废料和残余毒素，比如饲养过程中使用的抗生素、饲料里的重金属、微量元素，甚至环境中的污染物，都有可能部分积存在肾脏中。特别是重金属元素，像铅、镉等，往往在肾脏里的含量高于鸡肉。研究显示，猪体内的镉主要积存在肝脏和肾脏，尤其是年龄大的猪，肾镉含量可能显著升高。长期过量摄入镉会伤害我们人类自己的肾脏功能，还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等问题。所以常吃猪腰不但补不了肾，反而可能伤肾，这就很讽刺了。除了重金属等毒素，猪腰还存在另一个问题，胆固醇超标。猪腰子的胆固醇含量相当高，每100克大约含有300-400毫克的胆固醇，和猪肝属于同一级别的胆固醇炸弹。如果经常食用猪腰，会让你的血清胆固醇水准居高不下，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风险。那些血脂偏高或者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更应该对猪腰敬而远之。曾有心脏科医生调侃道，有些中年男性一边担心肾不够好，狂吃腰子补肾，结果肾没补成，先把血管补堵了。听上去是个笑话，却真实地反映出过量摄入高胆固醇食物的危害。另外，从卫生角度看，猪腰子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，新鲜的猪肾切开往往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脏臭味，这其实就是尿素、胺类等代谢产物残留的气味。厨师在处理猪腰时，通常要先将其剖开，剔除肾脏中间那层白色的剩余组织，然后反复用清水或米酒浸泡，去除血水和腥臊味。想想看，一个食材需要这么费力的除臭，说明它本身就不是什么清洁之物。尽管透过妥善处理能够去除大部分异味和表面杂质，但肾脏深层的毒素可不会因为泡水就消失。特别是有些小吃摊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猪腰子仅经简单处理就下锅炒制，内部可能还残存有害物质。更有甚者，如果猪本身患有肾脏疾病或感染，那肾脏里更是聚集了大量炎症产物或病原体，人吃了极易生病。综合来看，猪腰子其实是虚名补品，表面看似补肾壮阳，实际营养价值一般，还隐伏着伤肾伤心的风险。男性朋友们千万别再被以形补形的传说蒙蔽，多吃猪腰不会变猛男，只会让身体不堪重负。为了您的肾脏和心血管健康，还是少碰为妙吧。也许有人奇怪，猪脑居然没有排在更前面。其实猪脑的危险主要体现在营养成分上，而非细菌毒素，因此我把它列在第4名。不过千万别误会，仅仅第4可不代表猪脑就安全可吃。猪脑可能是这6样里最容易直接让人体出大问题的一个，因为它实在是胆固醇之王。我们常说胆固醇高了会怎样怎样，可很多人没有明确概念。我这里举个具体的数字，一个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的胆固醇不要超过300毫克。可你知道100克猪脑含多少胆固醇吗？将近2500毫克。也就是说，吃上区2-3口猪脑，你一天的胆固醇指标就爆表了。如果一整颗猪脑全下肚，那等于10天的胆固醇摄入量一次性凑齐。这还只是100克的数据，而一颗猪脑普遍重约150克以上，含有的胆固醇可能高达3000到4000毫克。试想一下，经常吃猪脑会带来什么后果？血管里的油脂越积越多，终有一天会堵在致命的地方。不夸张地说，猪脑虽好吃，但对中老年人来讲，一碗猪脑汤下肚，血管里就好像埋下一枚定时炸弹。传统上有些人认为吃猪脑可以补脑，觉得猪脑含有磷脂、脑磷脂等营养，对记忆力好，但科学研究并不支持吃脑补脑的说法。相反，经常吃猪脑可能让你脑梗中风，比变聪明的几率高多了。
高胆固醇饮食会导致血液粘稠、动脉硬化，加速脑卒中、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，严重时会造成失智或死亡。曾经有心血管医生做过一个实验，把一碗煮熟的猪脑和一块肥肉一起放进冰箱冷却，结果发现猪脑表面凝结的油脂明显比肥肉还厚，这形象地说明猪脑里脂质含量之高，远超我们平常吃的肥肉。如果任由这些脂质在我们体内沉积，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。除了胆固醇，猪脑的另一个问题是可能携带一些特殊的病原。在国外曾发生过牛吃了含有羊脑的饲料，感染了疯牛病的病原体，最后人吃了牛脑和内脏也遭殃。尽管猪没有类似疯牛病的已知传染病，但猪脑确实可能暗藏某些慢病毒或未知的致病因子，特别是在不卫生的宰杀条件下，猪脑很容易被屠宰环境中的细菌污染，例如李斯特菌等。这类带菌的猪脑如果烹调温度不够或调理不当，人吃了可能出现严重感染。还有一种可怕但幸好罕见的情况，某些寄生虫的幼虫也可能潜伏在猪的神经组织里，例如猪囊虫幼体，偶尔能进入猪的大脑形成囊肿。如果猪脑没煮熟含有活的囊虫，人吃下去后，虫卵在人体孵化，甚至可能在人的脑部安家落户，引起寄生虫感染和神经系统疾病。这种疾病叫做囊虫病或脑囊虫病，会造成严重头痛、癫痫发作，甚至危及生命。虽然直接因吃猪脑导致脑囊虫病的案例极少，但这提醒我们，猪的脑组织并非绝对安全无菌。谈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另一个残酷的例子，在某些极端情况下，人类曾有食人脑的行为，结果引发致命的库鲁病，一种传染性海绵状脑病。这说明哺乳动物的大脑组织中可能潜伏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，一旦处理不慎，会释放噩梦般的后果。虽然我们吃的是猪脑，不是人的，但医学上对于食用动物脑组织始终持审慎态度，因为哪怕风险再小，一旦中招就是大灾难。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，猪脑那高的离谱的胆固醇含量已足够让我们却步，为了一时口腹之欲去吃猪脑真的不划算。特别是中老年人、有心血管隐患的人，更要管住自己。别忘了，你以为在吃补脑食品，其实是在往自己的血管里倒垃圾油。聪明人都该懂得绕开这道隐患重重的菜肴。现在进入前3名，危险级别进一步升级。我把猪肺列为第3名。有人可能吃过一道广东名菜南杏猪肺汤，杏仁炖猪肺，据说有润肺止咳的功效。然而，从卫生和安全角度讲，猪肺本身就是最肮脏的器官之一。想象一下养猪场的环境，猪圈里尘土飞扬，气味难闻，猪每天呼吸着混杂着馊气和灰尘的空气，而猪肺就像空气过滤器，把这些肮脏东西通通拦截下来。人的肺待在城市污染环境里久了还会变黑呢，更别提猪的肺了。剖开猪肺，我们常常能看到里面有黑色的沉着或者结节硬块，那就是常年积累的尘埃。病菌在肺组织里留下的痕迹，如果不小心选到有病变的猪肺，里面可能有猪肺虫、寄生虫，甚至结核病变。这样的猪肺即使煮熟了，其分解产物对人体也是一种负担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不对啊，我每次买回来的猪肺看起来粉粉嫩嫩的，也没有脏东西啊。其实那往往是经过特殊处理的结果，新鲜宰杀的猪肺并不会那么干净漂亮。由于猪肺充满支气管和肺泡，要彻底洗净非常困难。很多肉贩在处理猪肺时，会先把气管套上水管灌水，不断挤压，把肺里的残血和杂质冲出来，直到肺部由暗红变成粉白，看似干净。这种灌水洗肺的做法能去除部分血水和杂质，但也有负面作用。大量的自来水灌进组织，细菌可能沿着气管逆流进入肺泡深处，导致原本不算太脏的地方也布满微生物。而且灌水后的猪肺含水量极高，重量增加。一些黑心商贩正是利用这点来牟利，猪肺灌水后更重，卖相又好，能卖出更高的价钱。但对消费者来说，买回去的其实是一块被泡发过的海绵，不仅营养被稀释，还额外附送了不少自来水中的细菌杂质。退一步讲，
就算猪肺真的洗得非常干净，从生理特性上讲，它也不是个适合大量食用的器官。随西居饮食谱早就提醒过，肺多咸末，制尽匪易，烹煮亦难。烹煮猪肺充满粘液，不易清洗干净，烹调也不容易做好。猪肺的口感其实比较粗糙，需要长时间炖煮才能软烂好入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肺里残留的气管粘液、细菌毒素可能溶出到汤里。如果处理火候不够或者搭配不当，煮出来的猪肺还会有怪异的臊味，吃起来并不美味。营养方面，猪肺的蛋白质含量其实远不如瘦肉，高脂肪倒也谈不上。但既然肉质老又难煮烂，很多人为追求软烂口感会放厚厚一层油熬，这又让最终成品变得油腻非常。总而言之，猪肺既脏且难烹调，稍有不慎还可能把病菌吃下肚，实在不是理想的食材。更危险的是，猪肺可能传播一些人畜共患病，例如猪如果患有结核病或地方性流行的猪瘟、支气管炎等，病菌常常首先侵袭的就是肺部。健康的屠宰场在检疫时会剔除明显病变的肺脏，但不排除有漏网之鱼流入市场。假如一块带有结核菌的猪肺没有完全煮熟，人吃了就有染上结核的风险。还有种叫猪链球菌的细菌，广泛存在于生猪的呼吸道中。人在处理或食用被猪链球菌污染的猪肺时，也可能感染上引起败血症、脑膜炎等严重疾病。2015年，广东就曾爆发过猪链球菌感染事件，多名屠宰场工人因处理病猪内脏不慎感染，出现高烧、休克，甚至有人不治身亡。虽然这类极端案例多发生在直接接触生猪内脏的从业者身上，但也给普通消费者敲响了警钟。猪肺真的不是能随便乱吃的东西，一碗所谓润肺汤的滋补效果，远远比不上它潜在的风险。如果你咳嗽想润肺，完全可以找更安全的食材代替，没必要拿自己的胃当垃圾处理场。终于讲到第2名了，很多人应该已经猜到，没错，就是猪肝。猪肝或许是这份黑名单中最常出现在日常餐桌上的食物了。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营养学角度，猪肝都被认为有一定的滋补作用。它富含铁质和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12， 适量食用对缺铁性贫血的人有益。因此，猪肝炒菜、猪肝汤一直是民间补血养生的热门菜色。很多家长也爱给孩子煮猪肝粥，觉得能补充营养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猪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营养丰富，另一方面它也几乎是猪体内毒素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。大家都知道，肝脏是动物体内的解毒工厂，许多进入猪体内的有害物质都要经过肝脏处理代谢。猪吃的饲料里若有重金属、农药残留，打的药物比如抗生素、驱虫药等等，很大程度上都在肝脏里聚集或分解。有些毒物代谢不完全，残留物质就可能允存在肝组织中。举个例子，早些年养殖业曾使用含砷的添加剂促进动物生长，结果发现某些地区的猪肝砷含量超标，就是因为砷会残留在肝脏。再比如重金属镉，经常摄入低剂量镉的猪，可能肝脏里累积不少镉。我国就规定了猪肝中镉含量不得超过一定标准。然而市场上的猪肝良莠不齐，谁也无法保证每一块猪肝都是无毒无害的。2012年就曾爆出国内部分地区猪肝中检出违禁药物瘦肉精超标的新闻，吃了让人心悸手抖。可见猪肝极容易成为毒素聚集的重灾区。除了来自饲养环境的毒素，不法商贩的黑心加工更让猪肝雪上加霜。猪肝富含蛋白质，很容易腐坏、变绿、变臭。为了让猪肝在市场上卖相好、不变色，有些不肖业者会在处理猪肝时动手脚，比如添加工业用盐和亚硝酸盐。工业盐不是食用盐，可能混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，而亚硝酸盐虽可让猪肝保持鲜红色泽，实际上它可是剧毒物质，摄入一定量就会引起中毒甚至致癌。如果黑心作坊下重手用这些违禁添加剂保鲜，那买回来的猪肝看着红润新鲜，其实内里藏毒。曾经就有新闻报道，有人吃了处理过的猪肝后出现高铁血红蛋白症、亚硝酸盐中毒，被送进医院急救。虽说此类恶劣事件并非天天发生，
但谁也不敢打包票，自己永远不会碰上。我们去市场买猪肝，很难凭肉眼分辨其中是否被添加了违禁药剂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猪肝当补品吃了。就算撇开外源性毒素不谈，猪肝本身的营养构成也决定了不能多吃。首先，猪肝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，和猪腰一样，每100克大约300毫克以上。这对于高血脂和中老年人群来说本来就不友好。如果一次吃一大盘猪肝，胆固醇含热量的摄入量都严重超标。其次，维生素 A 过量的问题。猪肝富含维生素 A， 适量有益眼睛和皮肤健康，但如果短时间大量摄入，容易导致维生素 A 积蓄中毒。虽然一般饮食不至于像探险队吃极地熊肝那样把人毒死，极地熊肝维生素 A 高的可怕，人吃了会致命，但也要警惕慢性中毒的可能。尤其是孕妇，吃猪肝过多可能导致体内维生素 A 过量，反而增加胎儿发育畸形的风险。所以医生通常建议孕妇每周食用猪肝不宜超过1次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猪肝可能携带病毒。近年来医学界发现，一些散发的戊型肝炎病例就和吃了没煮熟的猪肝有关。戊型肝炎病毒 HEV 可以在猪体内潜伏而不致病，但如果人吃了带病毒的猪肝，特别是生食或没有完全煮透，就可能感染发病。欧洲、日本都出现过多起因生吃猪肝刺身或猪肝酱而感染戊肝的案例。在中国和台湾，每年也有零星因为料理猪肝未熟导致戊肝的报告。戊肝对孕妇尤其凶险，孕期感染戊肝的死亡率远高于一般人，所以千万不要迷信什么猪肝汤半生不熟、营养流失少的说法。猪肝必须完全煮熟才能入口，而即便煮熟了，前面说的那些重金属、添加剂问题可不会因此消失。换句话说，猪肝是一种必须非常慎重对待的食材，能不吃就尽量不吃，非吃不可也要控制频率和分量。1周1次，每次不超过2两，约100克，是比较安全的上限，多了就弊大于利了。听完前面5个，你可能已经觉得毛骨悚然，可真正的大招现在才登场。下面揭晓第1名，这个猪身上最毒的部位，甚至有专家称它毒性胜过砒霜，国家明令禁止它进入食物市场。但由于某些黑心操作，它反而很可能混入我们每天吃的猪肉制品中而不被察觉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赶紧来认识一下。恐怖的榜首就是猪颈部的淋巴组织，也俗称肉疙瘩、肉枣或槽头肉。简单来说，猪在脖子和下颚附近长着一些圆滚滚的肉块，摸上去硬硬的，很多其实不是肌肉，而是猪的淋巴结及周边的腺体组织。淋巴结是什么？它是动物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，相当于身体的过滤网和警察局，专门用来拦截和歼灭入侵的病菌、病毒等异物。当猪在生长过程中感染过任何病原体，淋巴结里往往就会积累那些病菌、尸体或发炎产生的脓性物质，甚至可以说，猪淋巴结就是病菌毒素的大本营。不仅如此，猪颈部的这些肉疙瘩里还可能包含甲状腺、肾上腺等组织。甲状腺中富含各种激素，如果人吃下过量的甲状腺组织，可能造成甲状腺机能亢进，俗称甲亢。早年国外有报道，牛的甲状腺混进绞肉做汉堡，导致一群人出现甲亢症状，这种病例被称作汉堡病。想想看，猪的甲状腺要是让人吃了，恐怕也会引发类似问题。另外，猪在不健康的环境中饲养，颈部皮下还容易长各种脂肪瘤、脓肿，这些东西当然极其肮脏，千万不能吃。然而，如果卖肉的人不负责任或蓄意造假，根本不去细分哪些是正常肌肉，哪些是带病变的肉疙瘩，消费者就很难分辨了。按照国家农业部的规定，生猪屠宰后必须进行休割，将头颈部位那些可见的病变、淋巴结、腺体一律切除丢弃，不得混入可食用肉品中。也就是说，正规来源的猪肉里不应该出现淋巴肉，因为这些部位实在太脏太毒，属于动物尸体中的废弃物，吃下去对人体百害无一利。然而在现实中，一些不法商贩为了降低成本，谋取暴利，打起了这些下脚料的主意。他们将休割下来本该丢弃的槽头肉偷偷收集起来，
二次加工或掺杂进肉制品里，再卖给毫不知情的消费者。例如有黑心作坊，把猪头、猪颈那些带大量淋巴结和腺体的肉块搅碎，混进绞肉馅做成便宜香肠、肉丸，或者干脆把潮头肉腌制后当作红烧肉原料提供给餐馆。此前大陆媒体就曝光过学校食堂用的肉不明来源，质量低劣，学生吃了集体上吐下泻。一查发现用的就是这种廉价淋巴肉，因为淋巴肉批发价只有正常精瘦肉的一半不到。黑心业者为了赚钱铤而走险，把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变着法混进食品链。为什么说淋巴肉比砒霜还毒？砒霜砷化物是一种剧毒物质，但它的毒性发作还有一定剂量门槛，而且砒霜中毒一般会有明显症状，容易及时发现治疗。可淋巴肉的毒性往往是多种多样、隐蔽潜伏的，里面的病菌病毒有害残留，可能含量未必一次就让人急性中毒倒地，但它像慢性毒药一样日积月累的侵蚀健康。比如淋巴肉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、沙门氏菌等细菌，含量高时吃下去可能短时间引发严重食物中毒，含量低时也可能在肠道定植，损害你的肠道健康和免疫力。再如其中残留的兽药、重金属等，或许一次摄入量不超标，但长期累积在人体内，可能导致肝肾损伤，甚至诱发癌变。更恐怖的是，万一猪当时身上带有某种跨物种病毒，比如某些流感病毒或冠状病毒，这些病毒很可能就在淋巴结里藏匿着。人体食用了带病毒的淋巴肉，万一烹调温度不够，或因其他原因让病毒存活下来，就等于把病毒直接送进人体。试问，这和服毒有区别吗？有些病毒对特定人群来说，致命程度不亚于砒霜，而且砒霜中毒好歹能明显察觉求救，病毒和毒素却常常悄无声息埋伏体内，等发现为时已晚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这种肮脏的淋巴肉你根本察觉不出来，砒霜好歹能吃出苦味，淋巴肉混在正常肉里，你嚼着还觉得是肉香。一旦被不肖商家调包掺进绞肉馅、肉丸子，消费者防不胜防。普通人去市场买猪肉，多数也只认皮肉肥瘦，猪脖子上的小肉块有没有带腺体、淋巴结，谁能分清？这才是它可怕之处。我们可能每天都在不知情地吃着最毒的东西，而黑心商家为了牟利，已经完全抛弃良知。不久前，媒体报道，大陆预制菜行业爆出的丑闻，有不良厂商用廉价淋巴肉来做梅干、扣肉等菜肴的原料，供应给学校和餐馆。想想那些孩子、食客们毫无戒心地吃下这些有毒的食物，实在令人心惊。说到这里，各位应该明白，为何我把猪颈部的肉疙瘩列为头号禁忌了吧？政府监管部门和专业人士早已反复强调，猪、淋巴结等组织绝不能食用，它们不是食品，而是妥妥的毒药垃圾。但凡良心企业都会在屠宰时将其销毁，然而人性贪婪的阴暗面导致这些东西依然流入市场，成了餐桌上的隐形杀手。我在这里也郑重提醒大家，买猪肉时多留个心眼，尽量选正规渠道的肉，不买奇怪来源的超低价猪肉制品，特别是便宜肉丸、劣质香肠等，少吃为妙。做菜时，如果在猪肉块上看到异常的硬结节、灰白色或黄豆大小的腺体，千万挑出丢掉，不要贪那点肉省事。健康无价，扔掉一块肉疙瘩总比扔掉生命要划算。好了，猪身上这6个高风险部位我们已经逐一剖析完毕。也许有人会问，那猪身上哪些部位是安全的呢？难道整头猪都不能吃了吗？其实大可不必恐慌。猪肉作为千百年来的传统食材，其实绝大部分肌肉部位在充分煮熟、适量食用的前提下，对健康是无害的。我们需要警惕的只是上述那些毒素集中营般的特殊部位。总结来说，就是五脏六腑尽量少碰，正常的瘦肉适可而止。像里脊肉、梅花肉这些瘦肉高、脂肪适中的部位，营养价值高又比较安全，可以成为日常蛋白质来源。但也要注意烹调方式，少油少盐，避免加工成含防腐剂、亚硝酸盐的腌制品。至于猪的内脏下水类，如果实在嘴馋想尝，请务必做到来源可靠，彻底清洗，完全煮熟，且浅尝辄止。任何所谓以形补形的偏方，
都不要轻信。我们现代人营养摄取途径很多，没必要非从动物内脏上找功效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健康饮食讲求长远平衡，再美味的食物危害健康就不值得贪恋，再实惠的价格拿命换来的便宜也毫无意义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大家对猪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，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别忘了守护自己的身体。下次当你面对一盘香喷喷的猪肝炒韭菜，或是一碗浓郁的猪杂汤时，不妨仔细想想，里面的每一口是真的滋补佳肴，还是潜伏的定时炸弹。愿我们都能吃得开心，吃得安心，远离那些看不见的猪队友威胁，健康平安比什么山珍海味都珍贵。祝大家都能聪明选择饮食，守护好自己的餐桌安全。